想象一下那个瞬间，就在理智断裂的前一秒，你的血液在血管中沸腾，仿佛熔岩般灼烧着每一寸神经。原本清晰的世界瞬间被红色的迷雾笼罩，这不再是你熟悉的自己，而是一个被愤怒、恐惧或绝望彻底占据的陌生人。你的双手颤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体内那股无法遏制的毁灭冲动正在寻找出口。当我们失去对自我的统治权，心灵就不再是一座井然有序的宫殿，而变成了一片遭到洗劫的废墟。所有的价值观在情绪的洪流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这就是所谓的情感崩溃，一种灵魂深处的暴乱。这种失控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代价，而在风暴平息之后，留下的通常只有深深的悔恨和无法挽回的伤害，无论是对他人施加的言语暴力，还是对自我进行的无声摧残。我们必须承认，现代生活的压力如同无形的巨石，时刻挤压着我们的心理防线，让我们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稍微一点火星就能引爆积压已久的火药桶。但是这种脆弱并不是你的本质，而是一种信号，它在警示我们，内在的统治者已经离开了宝座，篡位者正在发号施令，将我们推向混乱的深渊。斯多葛哲学中最伟大的皇帝马可·奥里略曾经在战场的营帐中写下这样的话：如果你因外在的事物而痛苦，那并非事物本身在困扰你，而是你对它的判断，而你有能力随时消除这种判断。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或许有些刺耳，特别是当我们觉得愤怒是如此合理的时候，但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我们的情绪崩溃往往源于我们放弃了对判断的控制权。当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认定世界在恶意针对我们时，我们就亲手将心灵的钥匙交给了外部环境，让自己成为了命运狂风中的一片枯叶。塞内卡，这位经历过暴君统治与流放的哲学家，对愤怒有着极为深刻的剖析。他认为愤怒是一种短暂的疯狂，是心灵最丑陋的病态表现。很多人误以为愤怒代表着力量，认为发泄情绪是一种强者的姿态，但塞内卡告诉我们，这恰恰是极度虚弱的证明。就像一个无法支撑自己身体的病人，需要靠尖叫和挥舞四肢来掩饰自己的无力。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能造成多大的破坏，而在于当整个世界都在动摇时，你依然能够像岩石一样，任凭海浪拍打而岿然不动，保持着内在的平静与威严。当我们谈论心灵失去政府时，我们指的就是失去了斯多葛学派所说的赫格莫尼康及灵魂的主导中枢或统治原则。这就像是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如果失去了舵手，无论引擎的动力多么强大，最终都只会触礁沉没。我们的激情如果不受理性的驾驭，就会变成毁灭我们的野火。这种内在的无政府状态不仅会导致我们个人的毁灭，更会将混乱投射到我们周围的世界，制造出更多的人际冲突和现实悲剧，形成一个无法逃脱的恶性循环。在这个充斥着噪音与煽动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情绪绑架。社交媒体的算法在不断喂养我们的焦虑与仇恨，让我们误以为反应过度是一种正当防卫。然而，斯多葛哲学提醒我们，这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正是奴隶的特质。一个自由的人，首先必须是自己心灵的主人，他不会允许任何外部的侮辱或挑衅穿透他的防护罩。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一次的情绪失控都是对我们人格完整性的一次削弱，它让我们离那个理想中的充满智慧与勇气的自己越来越远。或许你现在正处于这种崩溃的边缘，或者你刚刚经历了一场情绪的浩劫，正站在废墟中感到迷茫与无助，不知道该如何重建内心的秩序。请不要感到绝望，因为斯多葛哲学并不是要求我们变成没有感情的木头，而是教导我们如何驯服内心的野兽，将那些狂暴的能量转化为建设性的行动。这是一场夺回王位的战争，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那些未经审视的冲动与欲望。而这场战争的胜利将带给你真正的不可撼动的自由。我们即将展开的这段旅程将为你提供重建心灵堡垒的具体工具，这些智慧经过了2000多年的考验，曾在无数个至暗时刻拯救过无数濒临崩溃的灵魂。我们将学会如何在混乱中划分界限，如何在激情的火焰燃起时按下暂停键，以及如何用理性的光芒驱散恐惧的阴影。
这不仅仅是为了平复一时的情绪，更是为了锻造一种坚不可摧的性格，让你无论面对何种逆境，都能保持优雅与从容。要记住，恢复心灵的统治权并非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种需要日复一日练习的记忆。每一次当你选择深呼吸而不是咆哮，选择思考而不是冲动时，你就在为你的内在堡垒添砖加瓦。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受苦是一种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让痛苦将我们撕碎，也可以选择利用痛苦来磨练我们的意志。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斯多葛哲学的核心技术，让你重新握紧生命的权杖。现在，如果你已经准备好直面内心的混乱，如果你渴望从情绪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重建那个强大、冷静且不可战胜的自我，请跟随我的声音继续前行。我们将一起走进斯多葛哲学的殿堂，去寻找那把能够平息风暴、恢复秩序的金钥匙。因为只有当心灵恢复了对自己的统治，我们才能真正称之为活着，而不是仅仅在生存的挣扎中随波逐流。要重建心灵的政府，我们首先必须理解暴乱是如何开始的。斯多葛学派将情绪的爆发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次运动，这是身体对威胁的本能反应，心跳加速，肌肉紧绷，肾上腺素飙升，这是我们作为生物无法避免的生理机制。然而，危险在于第2阶段，即我们对这种生理反应给予了同意。我们告诉自己，他羞辱了我，我必须反击，或者这太可怕了，我完蛋了。大多数人的崩溃，正是因为在第1阶段的火花出现时，立刻浇上了第2阶段的汽油，让原本可以控制的小火苗瞬间变成了燎原大火。我们必须学会识别这2者之间的缝隙，这就是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所说的那个神圣空间。在刺激与回应之间有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藏着我们的自由与力量。当愤怒如同一头野兽撞击你的胸膛时，你不需要立刻打开笼子让它冲出去咬人，你可以承认它的存在，感受到它的力量，但坚决地拒绝给予它行动的授权。这就是斯多葛哲学中的暂缓同意，这是一种高级的心理技术，它要求你在情绪的巨浪袭来时强行插入一个暂停键，哪怕只有几秒钟，也足以让理性的国王重新登上宝座。艾比克泰德曾经给过我们一个极具操作性的建议，当某种强烈的表象冲击你时，你要在心中对他说，你只是一个表象，绝非你所看起来的那样。这句话就像是一道咒语，能够瞬间剥去情绪伪装出来的恐怖外衣。当你能够对着恐惧或愤怒说话，而不是成为他们的传声筒时，你就已经开始夺回了主导权。你将自己从参与者抽离出来，变成了一个冷静的观察者，站在高处俯瞰着这场内心的骚动。塞内卡提供了一个更为直接的工具，那就是时间的延迟。他认为治疗愤怒最好的药方就是拖延，不是为了原谅，而是为了让真相显现。当你觉得血气上涌，想要大吼大叫或摔门而去时，强迫自己数数，或者深呼吸10次，甚至离开现场散步10分钟。这段时间并非逃避，而是为了等待理性的迷雾散去。我们在愤怒中做出的决定100%是愚蠢且会让我们后悔的。给自己争取时间，就是给智慧留出一条回家的路。不要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经营多年的关系或形象。在学会了暂停之后，我们需要引入斯多葛哲学最强大的武器——控制2分法。这是区分混乱与秩序的终极边界线。在暴力的威胁或情绪的崩溃面前，我们往往痛苦不堪，是因为我们试图控制那些完全不在我们掌控之中的事物。别人的言行，过去发生的创伤，未来的不可预测性。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唯一完全属于我们的，只有我们的理性选择能力，也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和回应这个世界。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财产、名誉，其实都属于身外之物。当有人对你进行言语上的攻击，或者环境变得极度恶劣时，请记住，他们只能伤害到你的外部资产，却无法触及你内在的核心，除非你自己打开城门投降。一个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就像是一座坚固的悬崖，海浪可以不断地拍打他的脚跟，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但悬崖本身既不感到疼痛，也不会因此移动分毫。
你的平静不应该建立在别人对我好或者环境顺利这些脆弱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你自己不可征服的意志之上。这是一种内向的自信。试想一下，如果你因别人的辱骂而生气，那你其实是成为了对方的奴隶，因为你允许他的言语遥控了你的情绪，把你的快乐与平静交到了他的手中。艾比克泰德嘲讽道，如果有人把你的身体随便交给路人处置，你会愤怒，但你却轻易把自己的心灵交给任何一个辱骂你的人，让自己心烦意乱，你难道不感到羞耻吗？这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质问，它提醒我们，心灵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必须像守卫皇宫一样守卫它的安宁，绝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垃圾随意倾倒进来。这种心灵的防御并非意味着冷漠或麻木，而是一种更高级的参与方式。当你不再被情绪裹挟，你才能看清局势的真相，做出最有力的行动。比如面对暴力，恐惧会让你瘫痪或盲目反击，而冷静的理性会让你分析最佳的逃生路线或防御策略。斯多葛式的冷静不是被动挨打，而是像武术大师一样，在混乱中保持重心的稳定。你不再是对抗风暴，而是成为了风暴眼中的那片宁静。无论周围如何旋转，你的内在始终清晰、锐利且充满力量。我们还必须学会重新定义伤害。在斯多葛看来，真正的伤害只能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堕落，来自于我们违背了良知与理性。如果一个人对你施暴，他损害的是他自己的人格，他让自己变成了一头野兽。而你如果因此充满仇恨并伺机报复，那你就把自己拉低到了和他同样的水平，你们变成了两头野兽在泥潭中厮杀。保持高贵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姿态，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它确保了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你灵魂的纯洁与高贵都不会受到污染。这种视角的转换需要极大的勇气，特别是在我们感到委屈的时候。但这正是英雄与凡人的区别所在。凡人被环境定义，而英雄定义环境。当你能够在崩溃的边缘勒住缰绳，看着深渊却不坠落，你就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精神壮举。这不是压抑，而是转化。你将原本用于毁灭的能量转化为了守护内在秩序的燃料。这种炼金术般的心灵转化是斯多葛哲学赋予我们的最宝贵的礼物，让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也能发光。要实践这一点，我们可以练习预演逆境。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一种心理疫苗的接种。在每天清晨，想象你可能会遇到粗鲁的人、背信弃义的朋友、突如其来的灾难，并在脑海中演练你将如何冷静应对。当你提前在心理上经历了这些冲击，当现实中的风暴真正来临时，你就不会惊慌失措，因为你已经在内心的演练场上无数次战胜了他们。这种准备让你的心灵拥有了韧性，就像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铁，任何打击都只能让它发出清脆的回响，而不会让它断裂。同时，我们要培养一种客观描述的能力，不要用情绪化的语言来描述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而要像物理学家一样精确地描述事实。不要说那个混蛋羞辱了我，这太不可原谅了，而要说他说了一些难听的话，这是空气的震动，这是他大脑混乱的表现。当你剥离了那些附加在事实之上的价值判断，事情本身就会显得微不足道。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让我们崩溃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赋予事情的恐怖标签。在这个阶段，你已经开始建立起一道防护墙，将外部的混乱与内部的秩序隔离开来。你开始明白，你无法阻止鸟儿从你头顶飞过，但你可以阻止它们在你的头上筑巢。同样，你无法阻止负面情绪的升起，但你可以拒绝让它们在你的心中安家落户。这是一种主权的宣示，你正在向世界宣告，这颗心灵归我管辖，任何未经允许的访客都将被拒之门外。这是重建自我政府的关键一步。然而，仅仅防御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学会如何消化和转化这些情绪，将它们变成我们成长的养分。斯多葛哲学不仅仅是盾牌，它也是一把剑，能够斩断我们与过去的纠缠，切断焦虑的根源。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将探讨如何用一种更宏大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苦难，如何通过理解宇宙的必然性来彻底消除内心的怨恨与不甘。
当你的心灵不再是一个不设防的广场，而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城堡时，你就获得了在这个动荡世界中生存的资格。你不再祈求风平浪静，因为你已经学会了驾驭风浪的技术。你的安全感不再来自于运气，而来自于你对自我的绝对掌控。请保持这份刚刚获得的觉知，深呼吸，准备迎接更深层次的智慧洗礼。我们将一起探索如何将这种个人的坚韧升华为一种与宇宙和谐共处的崇高境界。当我们在个人悲剧的泥潭中挣扎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认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公是历史上最独特、最严重的灾难。这种自我中心的视角是痛苦的放大器，它将微小的挫折投影成巨大的怪兽，让我们在自己的影子面前瑟瑟发抖。斯多葛学派提供了一种解药，那就是俯视视角。这是一种将意识抽离地面，升至高空，俯瞰人间的心理练习。试想一下，如果你飞到万米高空，看着脚下的城市变成蚂蚁般的黑点，你此刻的焦虑、愤怒和那个冒犯你的人，在这宏大的背景下还有多少重量？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被困在由电子荧幕构成的狭小牢笼里，社交媒体上的每一次点赞或恶评都牵动着我们的神经，让我们误以为这些虚拟的信号就是世界的全部。然而，当你运用俯视视角，你会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你的职场危机、感情破裂，甚至是名誉扫地，放在地质年代的尺度上，甚至连尘埃都算不上。这不是为了贬低你的痛苦，而是为了让你意识到世界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关注你。这种认知的转变会带来一种释然的轻盈感，将你从必须完美的窒息感中解放出来。除了空间的维度，我们还需要引入时间的维度来稀释情绪的浓度。马可·奥里略经常提醒自己去看看那些古代的帝王将相，他们曾经也充满了愤怒、欲望和野心，但现在他们在哪里？只剩下随风飘散的灰烬和被遗忘的名字。当你意识到那个现在让你恨之入骨的人，以及你自己不出100年都会变成2具没有知觉的骨架时，当下的争吵就显得如此荒谬可笑。死亡是伟大的平等者，他用最终的寂静嘲笑着我们此刻的喧嚣。既然结局早已注定，我们何必在短暂的旅途中互相折磨？理解了自身的渺小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那些对我们施加暴力或压力的人。斯多葛哲学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观点：没有人是主动选择作恶的，他们之所以作恶，是因为无知。苏格拉底认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认知中的善，坏人之所以坏，是因为他们错误地将伤害他人视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他们是灵魂的盲人。当你看到一个盲人撞到你时，你不会生气，只会感到同情。同样，当你看到一个被贪婪、恐惧或极度蒙蔽了双眼的人攻击你时，你也不应该愤怒，而应该怜悯他灵魂的残疾。这种观点将我们从受害者的位置转移到了医生的位置。当医生治疗发狂的病人时，病人可能会辱骂甚至踢打医生，但医生绝不会因此感到受伤，因为他知道那是病症的表现，而非针对他个人的攻击。在职场中面对苛刻的老板，在生活中面对不可理喻的亲戚，试着用这种灵魂医师的心态去观察他们，看他又发病了，他的恐惧让他变得像一只受惊的刺猬。这种心理优势会让你瞬间占据道德和情绪的高地，你不再是与他对等的对手，而是看穿他底牌的旁观者。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纵容暴力或放弃正义，而是意味着我们在采取行动时不应带有仇恨的毒素。正义应该像手术刀一样冰冷而精准，是为了切除病灶，而不是为了宣泄医生的情绪。当你的行动不再被愤怒驱动，你会发现你的决策更加理性有效，你能更清楚地看到对方的弱点和局势的关键。真正的战士在战场上是心如止水的，因为愤怒会干扰判断，而平静才是最高效的战斗状态。这就是斯多葛式的冷酷仁慈。接着，我们要谈谈如何处理那些已经发生的不可逆转的灾难。斯多葛学派的核心心法是爱命运，这不仅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种积极的拥抱，甚至是一种狂热的热爱。尼采深受斯多葛影响，他形容这是一种不希望任何事物有所不同的伟大态度。
当灾难降临，当心灵的政府面临崩溃，普通人会问为什么是我？而斯多葛主义者会说，这正是为我准备的。因为只有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人类最高贵的美德、勇气、节制、正义、智慧才有机会展现光芒。想象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无论你往里面扔进去什么，是乾枯的木头、腐烂的垃圾，还是珍贵的丝绸，火焰都会吞噬它，并利用它燃烧得更加猛烈，发出更亮的光芒。我们的心灵也应该具备这种火焰的特质，将所有的障碍、攻击和不幸都转化为磨练性格的燃料。这就是马可·奥里略所说的，阻碍行动的促进了行动，挡在路上的变成了道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真正伤害你，除非你拒绝利用它来让自己变得更强。在现代生活中，这种转化能力尤为重要。失业可以变成重新规划生涯的契机，失恋可以变成重塑自我独立性的起点，遭遇不公可以变成锻炼韧性和倡导正义的动力。我们必须戒掉抱怨的习惯，因为抱怨是在向世界宣示你的无能，是在承认外部力量击败了你。相反，每一个挑战都是命运向你发出的邀请函，邀请你进入英雄的竞技场，去证明你所学到的哲学不仅仅是嘴上的空谈，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存本能。为了将这些理念落实，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日常的哲学实验室，也就是写日记。这不是记录流水账，而是与自我进行深度的对话与审判。每一天结束时，审视自己的灵魂。今天我有没有被情绪绑架？当那个人挑衅我时，我是像岩石一样坚定，还是像树叶一样颤抖？写作是一种将混乱思绪具象化并加以解剖的过程。当你把恐惧写在纸上，它就从无形的幽灵变成了可被分析的文字，你就剥夺了它在黑暗中恐吓你的权利。此外，我们还要练习消极想象的变体剥离练习，试着把你依赖的事物、金钱、地位、亲密关系在脑海中一层层剥离。想象如果你失去这一切，你还剩下什么？你会发现，那个赤裸的核心的自我依然存在，那个能够进行理性判断、能够选择善恶的神性火花是夺不走的。这种练习会让你减少对外物的依赖，增强对内在的信心，让你明白你的价值不取决于你拥有的东西，而取决于你是谁。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噪音和暴力的世界，每个人都想告诉你该恨谁，该怕什么，该买什么来填补空虚。但斯多葛哲学告诉我们，真正的充实来自于内心的自给自足。你不需要外在的认可来证明你的价值，不需要报复他人来证明你的力量，你只需要做自己的国王。当你的内心建立起这样一座秩序井然的堡垒，外界的混乱就只能在城墙外喧嚣，而无法撼动城内的宁静。在这个阶段，你已经不仅仅是在防御，你已经开始进攻，你主动将命运的打击转化为成长的阶梯。你开始理解，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地做想做的事儿，而是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能保持灵魂的自由与高贵。这是一种反脆弱的状态，世界越混乱，你反而越强大，因为每一次冲击都让你把根扎得更深。然而，这条道路是孤独且漫长的，重建心灵政府的工程也许需要耗费一生的时间，但请相信，没有任何一项工程比这更值得投入，因为它的回报是彻底的解脱与安宁。在接下来的最后篇章中，我们将把目光投向终点，用死亡的视角来为这场生命重整画上句号，并给你一份能够随身携带的行动指南，让你在走出这个视频后，立刻就能开始这场伟大的变革。现在，请深呼吸，感受一下那种正在你体内生长的坚韧的力量。你已经不再是那个无助的受害者，你正在觉醒，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准备好，我们将进入最后的总结。将这些碎片化的智慧熔铸成一把完整的尚方宝剑，斩断你与平庸过去的最后一丝羁绊。当我们重新审视这场心灵的重建工程时，必须将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地方，超越个人的喜怒哀乐，去触摸那个支配万物的宇宙理性。斯多葛哲学告诉我们，我们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体，而是这浩瀚宇宙有机体的一部分。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次混乱与重建，都是自然律动的一种表现。
当你意识到自己与星辰、大地以及所有人类都共享着同一种生命气息时，那种因为孤独和无助而产生的崩溃感就会烟消云散。你不再是独自在黑暗中挣扎的孤儿，而是宏伟宇宙秩序的参与者。你的任务不是对抗命运，而是与它共舞，演好属于你的角色。这种宏观的视野让我们明白，所谓的心灵政府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独裁王国，而是一个与宇宙法则和谐共处的联邦。当我们顺应自然，接受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必要的，我们的内心就会获得一种不可撼动的平静。这就是斯多葛所追求的阿塔拉克西亚。试想一下，一滴水如果抗拒汇入大海，它只会潜河；但如果它接受成为大海的一部分，它就拥有了大海的力量。同样，当我们放下小我的执念，接受宇宙的安排，我们就不再脆弱，因为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摧毁一个与真理站在一起的人。然而，要维持这种高维度的视角，我们需要一个最强大的盟友，那就是死亡。在现代文化中，死亡被视为禁忌，被视为终极的恐惧，但在斯多葛哲学中，它是最清醒的导师。时刻记住你终将死去，这不是为了让你沮丧，而是为了让你活得真实。当你意识到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与人交谈，你还会选择用尖酸刻薄的话语去伤害对方吗？当你意识到明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你还会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对过去的悔恨或对未来的焦虑上吗？死亡的阴影赋予了当下无与伦比的价值，它像一道强烈的光束，瞬间照亮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琐碎的。在死亡面前，别人的评价、银行的存款、职位的升迁都变得无足轻重，唯一留下的是你灵魂的品质，是你是否正直、勇敢、仁慈地度过了一生。塞内卡说，生命并不短促，只是我们浪费了太多，我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无谓的争吵、虚荣的追逐和情绪的内耗上，直到终点来临时才惊觉自己从未真正活过。让死亡成为你的顾问，在每一次情绪即将失控时，问自己，这件事值得我花费生命中仅存的时光去生气吗？这种紧迫感会让你立即停止对自己的放纵。我们总是习惯对自己说，明天我会开始控制情绪，下一次我会表现得更好。但斯多葛主义者知道，只有现在是真实存在的。你不需要等到读完所有的哲学书籍才能开始改变，你不需要等到环境变好才能寻找平静。就在这一秒，你就可以做出选择。你可以选择深呼吸而不是咆哮，选择宽恕而不是记仇，选择微笑而不是抱怨。每一个微小的选择都是在向世界宣告，我依然掌握着自己灵魂的舵。当我们谈论面对暴力时，死亡的视角同样给予我们终极的勇气。暴君可以囚禁你的身体，强盗可以夺走你的财产，甚至刽子手可以砍下你的头颅，但他们永远无法强迫你作恶，无法强迫你背叛自己的良知。苏格拉底在面对死刑判决时平静地说，他们可以杀死我，但不能伤害我。这是人类精神史上最强大的宣言，它证明了只要心灵不屈服，你或许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和深度。你可以决定以一种不可征服的姿态走完最后的旅程。这条斯多葛之路是一条从奴役走向自由的道路，也是一条从脆弱走向反脆弱的道路。我们并不是要成为没有感情的石头，而是要成为能够深刻感知情绪却不被情绪吞没的潜水员。我们会在悲伤时流泪，但不会在悲伤中溺亡。我们会感到愤怒的火花，但不会让它酿成火灾。这是一种成熟的温柔，是一种经历了风暴后洗尽铅华的淡定。这种气质会让你成为人群中那个最稳定的存在，成为他人在混乱中渴望依靠的灯塔。现在我们站在了这一讲的终点，但这只是你实践的起点。知识如果不能转化为肌肉记忆，那就只是大脑中的赘肉。我希望你不要把今天听到的内容仅仅当做一种心理安慰，而要把这视为一份作战计划。你的心灵政府已经荒废太久，城墙破败，杂草丛生。现在是你卷起袖子，重新拿起工具，一砖一瓦重建秩序的时候了。这项工程或许艰巨，或许会遭遇反复的失败，但请不要气馁，因为这是人类最高贵的事业。为了帮助你立刻开始这场变革，我为你准备了3个具体的行动步骤，请从今天开始执行。第一，建立晨间预演的习惯。
每天早上醒来，花5分钟预想今天可能遇到的挑战，交通堵塞、无理的客户、家人的误解，并在脑海中演练你将如何用冷静和美德去应对。这就像是战士在上战场前擦拭盔甲，让你提前穿上心理的防护服，确保当意外发生时，你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第二，实践午间暂停。在一天中最忙碌、压力最大的时刻，强行给自己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2分钟。闭上眼睛，将注意力从外界的纷扰收回到呼吸上，问自己：我现在是在由理性掌舵，还是被情绪劫持？这个简单的动作能够切断压力的积累链条，让你的大脑重新冷却，恢复清晰的判断力。这不是偷懒，这是为了走得更远而进行的战略性休整，保持心灵的弹性。第三，进行晚间法庭的审查。在睡前，像一位公正的法官一样回顾自己的一天，不要陷入自责的漩涡，而是客观的分析：今天我在哪里失控了？是什么触发了我的扳机？我在哪里做得很好，值得自我肯定？通过这种日复一日的复盘，你会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弱点，并学会如何修补防线。这种自我对话是你灵魂进化的加速器，它将把你从无意识的反应者变成有意识的创造者。除了这些个人练习，我们还必须学会运用物理视角来解构诱惑与恐惧。当你渴望某样昂贵的东西时，告诉自己这只是金属和石头；当你面对盛宴时，告诉自己这只是死去的动物尸体；当你面对权威的咆哮时，告诉自己这只是声带的震动。这种剥离表象、直视本质的能力，会让你对世俗的诱惑和恐惧产生免疫力。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真正值得你动心的东西少之又少，而值得你恐惧的东西根本不存在。请记住，斯多葛主义不是一种单人运动，虽然这是一场内在的战争，但你并不孤单。2000多年来，无数伟大的灵魂，从罗马皇帝到释放的奴隶，从战场上的将军到被流放的哲学家，都走在这条道路上。当你在深夜感到孤独和痛苦时，翻开沉思录，翻开道德书简，你会听到他们穿越时空的低语，告诉你：坚持住，这也是我们曾经历过的，你拥有的力量足以应对这一切。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旧的秩序正在崩塌，新的规则尚未建立，人心惶惶，焦虑蔓延。但正是在这样的乱世中，斯多葛哲学的光芒才显得格外耀眼。世界越是疯狂，我们越需要保持清醒；外界越是动荡，我们越需要内心的定力。你不需要去拯救世界，你只需要拯救你自己。而当你变成了一个理性、仁慈、坚定的人时，你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不要小看你一个人的力量，一个能够完全掌控自己心灵的人，比攻陷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你的冷静会感染你的家人，你的正直会影响你的同事，你的勇气会激励你的朋友。就像平静湖面上的涟漪，你内在的秩序会向外扩散，最终改变你周围的环境。这就是斯多葛哲学的终极承诺。通过改变自己，我们虽然不能改变世界发生的事，但我们可以改变世界对我们的意义。现在，这把重建心灵政府的钥匙已经交到了你的手中，门就在那里，外面的风暴依然在呼啸，但门内的宫殿等待着他的国王归来。不要犹豫，不要回头，推开那扇门，坐上属于你的宝座。从这一刻起，不再有借口，不再有抱怨，只有行动，只有美德，只有那个不可战胜的内在自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在今天的视频中找到了共鸣，如果你也渴望摆脱情绪的奴役，重建内心的秩序，请在评论区留下这句话：我是我心灵的主宰，我是我命运的掌舵人。这不仅是一个评论，这是你对自己立下的神圣誓言。这条路并不好走，但每一步都算数。让我们在下一次的哲学探索中再见。愿理性之光永远照亮你的道路，愿你的内心永远如堡垒般坚不可摧。再会。